众所周知，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需要驾驶战斗机在航母上有限的着舰区起降，风险非常高。有统计表明，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航天员的5倍，普通飞行员的20倍。目前，全球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不超过2000人，可见培养难度非常大。目前，国际上主要有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2种舰载机飞行员培养模式。改装模式指的是从技术过硬、经验丰富、应变能力强的优秀陆基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人才，培养成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2012年11月23号，戴明蒙驾驶歼15成功阻拦着舰在辽宁舰甲板上，成为中国舰载机首飞第1人。戴明蒙以及后来的多批歼15飞行员，就是从陆基飞行员中选拔培养而来。生长模式则是从最初的学员开始，经过初级基础训练、中高级训练和作战飞机改装训练3个阶段，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舰载机飞行员。在进入到作战部队，舰载机飞行员还要经过训练、演习以及作战行动等任务的历练。如果这一过程中出现问题，依然会失去舰上飞行资格。据报道，海军此次通过航母资质认证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平均年龄才20多岁，是海军首批从高中招收的飞行学员中直接培养出来的，实现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飞行时间最少、认证周期最短的历史性突破。这也是海军探索检验生长培养模式的一次成功尝试，标志着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培养全面走开，对航母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从此次资质认证情况看，生长路径培养既大大缩短了人才培养周期，又提高了训练质效，势必成为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培养与中国海军航母战斗力的生成息息相关。自2019年12月17号第2艘航母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1个月。近日，人民海军官方微博发布了山东舰政委宋文军介绍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的最新训练情况。宋文军谈到，近期山东舰结合海上试验训练任务，有效检验了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提升了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19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明确了部队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山东舰全体官兵将始终坚持聚焦战斗力建设，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从严从难开展训练，探索研究作战运用，锻造过硬人才队伍，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而山东舰舰长来义军在10月27号也曾出镜。来义军指出，入列以来，山东舰聚焦实战，扎实开展航空保障、损害管制、应急处置等训练，加强人与装备的有机融合，不断推动首艘国产航母战斗力建设向前迈进。评论员李杰分析到，山东舰在入列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形成初步战斗力，在海上进行实弹演练，意味着中国海军的双航母编队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名副其实。日前，山东舰舰长来义军、政委宋文军先后亮相，公开介绍国产航母山东舰的最新训练情况。分析指，山东舰在入列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形成了初步的战斗力，意味着中国海军的双航母编队已经成型。那杜先生对此您怎么看呢？双航母编队是标准的实战编队。美国在局部战争周边海域使用的各种作战编队，那么双航母编队最为普遍。如果山东舰在短时间内可以形成实战能力，而且跟其他作战编队以及水下、空中作战能力有密切的联合关系，说明实战化的进度非常快，也说明之前辽宁舰在书写作战方案、进行实战化演练的过程中有非常好的经验和步骤。按照目前山东舰所形成的基本作战功能，无论是与辽宁舰的搭配，还是独自执行各种作战任务，它的制空能力、制海能力，包括远海进攻与控制能力，都会出现更大的变化和发展。那么可以预见，今后中国下一艘航空母舰形成作战能力的周期将会进一步的缩短。中国航空母舰形成实战标准的模式正在快速生成，进行实战化建设的路线已经驶上了快车道。